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还是要持续讨论到美国跟伊朗的情势。我们前一天才讲到说啊，这川普又喊话说，这48小时之内可能会有开火的行动。好，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伊在赫姆兹海峡确实有爆发了冲突。好，那看到就是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有证实，3艘美国的海军驱逐舰在穿越赫姆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途中，拦截了伊朗发动的袭击，那随后展开了一个反击的行动。好，那声明当中也指出说，伊朗发射了多枚的飞弹、无人机，还有小型的快艇接近美军的舰队，试图击中攻击但是强调他们说没有任何美军的船舰跟人员遭到击中。好，那伊朗的官媒则是报道说，他们境内的阿巴斯港、还有葛西姆岛以及首都德黑兰也都传出了爆炸声，那也指控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好，那确实一轮看到的时候也想说啊，这不算交战吗？好，那当然他们不是有停火协议吗？所以现在到底是处于什么样子的情况啊？好，但是在川普的眼中看起来这没什么，a piece of cake。他说这只是小打闹。好，我们来听听看一下。他说目前跟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是有效。好，那美国这次的打击只是调情式的小打小闹。好，那这样的说法，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时候，制作人还跟我讲说哇，原来川普的口味这么重这个才是这个调情式的小打小闹，他的爱非常浓烈但是问题真的是这样吗？好，我们确实也看到了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格舍姆岛以及阿巴斯港等目标有发动空袭。好，美方就说这个举动是为了回应伊朗向阿联富吉拉港发射导弹，还有对伊朗对美军的舰艇袭击所有的报复行动。好，所以根据伊朗新闻台的报道说，经历了数小时的交火之后，赫姆兹海峡的沿线的岛屿还有沿海的城市局势都已经恢复了正常。好，所以在川普的心里来说这个可能也不如之前这么大规模，甚至呢，他们可能也定调说这是一个反击并不是他们主动所以他们没有违反停火协议，可能是这样子来解套啦好，但是呢，川普现在又低估了伊朗吗？好，主要我们先看到就是川普封锁失败吗？因为 CIA 呢说靠伊朗靠这个油轮续命还可以再撑4个月。好，我们看到川普之前就大赞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军封锁就像是钢铁长城，甚至不是一直宣称吗？德黑兰的政权已经走投无路了。但是 CIA 的机密报告指出伊朗的韧性远超过白宫的想象不仅仍然保有70%以上的飞弹战力，甚至在绵密的经济封锁之下，还可以再撑3到4个月。好，那也或许是因为川普很爱这个对外说法嘛，但是他的资讯赫格塞斯可能都给错了之前亮哥也曾经有讨论过。好，但不管如何，现在伊朗看起来还有一些底气存在。那特拉维夫的国安研究员也讲说，这场战争原本就是要推翻政权，而且拆解核武，结果适得其反。伊朗在保有浓缩铀跟飞弹能力的状况之下，现在变得比战前更强大了，所以演变成美国的战略性失败。好，那当然，伊朗现在不只是战术很厉害，他们的 AI 技术也很厉害。前几天我们不是才跟大家讲这个川普拿 UNO 牌出来伊朗也回应一张 UNO 牌但是伊朗手上的牌比较少，他们现在呢做了 AI 影片，我们来看一下。All right. Uno, and again +4. Okay, so you have only one card. Yes, uno. Game over. I have all the cards right now. Yes, but you lost.
好，Uno 牌游戏规则就是啊，谁先把牌出完，谁就赢了哈。所以刚刚看到，其实是伊朗的牌先出完了。好，那当然牛弹琴啊，现在也有说啊，怎么一觉醒来，美伊又打起来了啦哈。美军啊，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无法保护哦，怎么可能保护海湾国家呢？当保护者变成了麻烦制造者，被保护者就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阿联酋越来越愤怒的情绪哦，对伊朗报复袭击的愤怒，对沙国等国的沉默的不满，对美国跟以色列停火的不甘。那如果阿联酋卷入了战争，就意味着中东的矛盾会更加的复杂。好，那我们再看到了赫姆兹到底现在有没有共识呢？因为呢，阿拉伯媒体有说啊，传出美方要放宽封锁，来换赫姆兹海峡的逐步复航。好，这是消息人士指出啊，各方目前正展开密集的接触，来推动赫姆兹海峡逐步的恢复通航。那关于受困在赫姆兹海峡船只的状况预计在数小时之内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但不管如何，目前国际的油价是急涨3%，持续高涨。专家说，如果谈判破裂，每桶恐怕会破$120。好，那美伊开打前，现在有人说神操作原来是70亿的美元精准放空油价狂赚数亿的暴利。好，谁的神操作呢？谁那么厉害？都知道接下来美国伊朗的状况那这个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啦好，但很厉害。好，我们看到了美国伊朗现在在赫姆兹这边又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川普说小打小闹而已啦。我们问亮哥，因为目前是暂缓30天嘛，那30天就在那个美伊的框架里面搞定那14点的内容嘛，所以他不能够承认有战争因为不然就破局了。因为川普他是讲说，这30天内如果伊朗谈得不顺嘛，那战争就会重来。那这样岂不是表示谈判根本没有进展？他现在对外又说谈判很顺利，而且这个谈判有30天的时间，还要经过514那川普不是把那个伊朗的问题要拉到川习会来谈，所以我觉得美国是有很高的意志要结束伊朗战争。所以当然不能承认不过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有些船要用阿联酋那边的那个富查伊拉港嘛，从那边出去嘛，对，就伊朗就对他们开火了，因为美国不是搞那自由计划嘛，所以就有一些船以为美国会镇住伊朗，那30天的缓和期又开始了，所以他们要趁机从阿联酋那边出去。没想到伊朗一点都不放，那美国有3个军舰在周边嘛，所以那些船可能认为很安全，没想到连3个军舰都被打，到底有没有击中不知道，美国不承认嘛。对，可是就是说伊朗连那3个军舰都打，那怎么会不敢打邮轮？所以伊朗的目的其实是要阻止那些船从阿联酋那边过了因为如果可以过，那整个局就破了。对，他就等于不用封锁了。对啊，所以他不能让你过嘛。那美国就也去打了一下葛什姆，就伊朗那边那几个岛。据我了解是有打了，可是炸的不大啦，所以你没有看到那个大的爆炸的照片，没有看到可是这个新闻是蛮确定的，就双方都动了手所以表示其实目前情势还是蛮紧张的，尤其是伊朗的总统据了解好像是昨天还前天吧，跟革命卫队那个老大，就是小哈梅内伊见面，因为那个总统抱怨嘛，说你们怎么可以打阿联酋，对不对所以他到底革命卫队跟他见面，我觉得就是统一内部了，就不要让美国认为有杂音了。那我认为立场还是强硬的。那个总统并没有得逞，
大概是那个小韩梅纳伊跟他解释了，说为什么会打阿联酋因为阿联酋那个最大的港口真的被炸，也有石油设施被炸所以我觉得目前恐怕还是僵持的状态了。对，要僵持到什么时候呢？不是1个月啊，你不要急嘛。他们说30天呢。1个月之后可能还没有办法解哈。将军怎么看？我们把这个行动的得失检讨一下。是。这个战争的小冲突位置在哪里呢？是在霍姆斯海峡的外沿，阿曼湾那个地方。因为阿联酋有一个港口最靠近外面，那这个地方就变成阿联酋可以从这边出油。那伊朗会让你出吗？我是要封锁哈马斯这霍姆斯海峡啊，对，那我能让你走吗？那我不破功了吗？好，所以他会炸它。那美国呢，这3条船呢也没有真正进入霍姆斯海峡，不要被文字讲话术给骗了。它是在阿曼湾靠近这个霍姆斯海峡的出口。那3条船挨揍到没揍呢？美国向来对他自己受损的是讳莫如深，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时间久了，这几个月的战场的这个消息出来了，美国在中东这边有228个点被打，而且打的都很准，准到什么程度？油库了、仓库了、飞机了都受伤。最严重的是，美国在中东的第5海军指挥部撤走了，不在中东了，回到美国去了。那代表什么？那个基地已经不能用了，那个指挥中心已经不存在在波湾国家了。所以这件事我们三个层次来检讨美国的得失。如果说你去轰炸人家卡尔岛，去进入荷姆斯海峡口，这个不叫战争吗？你说什么叫小打小闹？你这个是典型的小型的试探失败嘛？那国际上对你讲话的认知是不是？你川普讲话根本就不足以为信嘛？这是大的，全世界的。第二个战略上的失败，你不是讲吗？我在2个战略目标，推翻了伊朗的政权，把他48个领袖斩首完了，他就没有这个指挥权了。到现在为止，看指挥权你没有推翻呢。刚刚阿亮哥不讲了吗？总统跟他的这个何梅尼的儿子还在内部团结的工作嘛。第二个，你海峡这个开放没有？这个海峡没开放，就是你军事战略上的大失败。第3个就是战术上的失败，你打那个无人艇，不是那个小艇，那个小艇就跟索马利亚的海盗差不多的那种艇，那种打了算什么战果呢？算不上战果。那你船上有没有被击中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过几天慢慢消息出来了，你可能被打到，就算没打到，你的任务也失败了，你没有掩护到阿联酋的油轮出来啊。所以我讲，从国际的到你国家战略、军事战略的、政治战略的，一直到战术战斗上面，你3个层次你都是失败的。这我们很公正的这么来试试看嘛。你3个军舰有种，你就到霍姆斯海峡那。伊朗不是画了2根红线吗？那个红线才是霍姆斯海峡封锁最厉害的地方，你没有突破嘛？所以这个问题，美国美其言讲小打小闹，这叫开什么玩笑？那国家跟国家之间哪有说轰炸、军舰闯关军舰被飞弹打算是小打小闹呢？这胡说八道嘛！对啊，所以这也是让国际看川普每次就是把他的话都当2折或1折在看这个讲话能信吗？是啊，谢大使怎么看？川普现在有一点焦虑啦，因为他马上下个礼拜4、礼拜5要到北京去了，可是这边的话跟伊朗又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所以呢，他就要制造一点对谈判桌上能够产生一点压力的军事动作。这个不是为军事而军事，而是为谈判而军事，所以就是演戏，演戏也不见得能够怎么讲呢？得到什么效果？因为你真的你想要接近荷姆斯海峡，你万一你出大事的时候那对川普来讲又得不偿失。因为这个如果出一个大事，或者你的船真的被击沉的话，那美国就非得报复。
那就被迫他要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措施的时候，那油价就完蛋了。川普就是等于说腹背受敌啊，前面伊朗又跟他硬着干，后面还有油价的那一把刀戳在他的背后，油价到120，他就一桶120，他就快受不了了。那到150的话，那川普那这场战争不会败于军事，会败于油价。是，所以他现在就是说真的是急了。我看他最近那个放出来的消息说，已经进入关键48小时了，已经对于所谓伊朗提出来14点和平计划，已经在逐条大家在做最后的怎么样审阅。那看看川普让多少，这里面关键上大概还是就是这个核武的问题。核武要怎么样处理啊？那这个部分就看川普愿意让多少。伊朗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不会发展核子武器，我没有计划发展核子武器。可是我为了和平用途，我还是要保有一定样的核子的这个能力。和平使用核子的能力。那这个地方就看川普怎么拿捏了。你要人家把那个什么核子，这个是这个又全部交出去，那人家发展什么核子的和平用途呢？所以这就看川普愿不愿意有所怎么样，有所让步。那荷姆兹海峡事实上的话，这次我看伊朗的外长到北京去，王毅的想法也代表大部分国际社会成员的意思，就是说希望荷姆兹海峡能够尽快的开通然后能够尽快的解除目前的封锁。那也就是说，伊朗你想要在那边封锁，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也没有同意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同意你任何一个国家像伊朗这种国家可以封锁。现在因为美国也在反封锁，对，所以他就讲说希望这个赶快开通。所以我觉得荷姆斯海峡基本上最后伊朗想要在那边设关卡收钱那是做白日梦了。这现在已经是一个海洋法已经生效的时代，没有国家会接受他这种做法，所以伊朗也清楚。那现在只是做一个这个跟美国谈判的一个手段。那所以如果说荷姆斯海峡，因为看出来这个美国这边也放出来，就是说会阶段性的、逐渐的放松对这个荷姆斯海峡的封锁，所以很多利多消息就出来了，而且传出来不是在日内瓦，就是在这个伊斯兰马巴德，也就是巴基斯坦首都双方代表团可能就要去了。所以如果说表面上看张力还是蛮强的，可是私底下现在双方的谈判团队，再加上巴基斯坦在中间的穿针引线我认为就是说达成协议的已经快要差不多了，最后就看川普一念之间了。是，好，所以或许可以看到一些曙光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场美伊战争，很多人说就是以色列把美国拉入这个漩涡里头，现在还死拽着美国不让他下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伊朗的革命卫队最新也发布了一段 AI 影片好，这个军队呢有部署了4000公里大型导弹向美方来宣示的意味相当浓厚。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伊朗这个 AI 影片还蛮多的可见他们对于 AI 的运用蛮精确也蛮到位的。好，那当然以色列这边不只是对黎南开火，好，那最早之前是伊朗，他们还对加萨持续的有轰击好，那这以色列跟哈马斯在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军方还是在持续的空袭加萨。好，那当然造成了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哈雅的儿子在攻击中丧命。好，那像一轮读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有点意外我想说哇，这件事情还在持续那查了一下，当然是2023年10月7号就冲突开始，这谈判已经超过了2年半。都没有结束可见中东局势真的好复杂好，那美国的期刊外交政策也指出不排除再次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可能性。那以色列也发布了影片说，过去30天里成功消灭了220多名的真主党。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关画面他们是说恐怖分子跟指挥官也说对恐怖分子是绝不手软。好，以色列的国防军也称说他们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的一条
长30公尺的真主党地道。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轰了加萨也轰黎巴嫩南部，所以真的是多方战线正在展开。好，这也是以色列的国防军他说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的一条30公尺长的真主党隧道，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好，所以相关画面都有被释出。那以色列轰炸救护车不管当时这些医疗队正在拯救生命。好，那医护人员尖叫声四起，逃离了残骸。所以大家也有人是批判以色列说非常非常的残忍连这些人道主义完全都不顾了你可以看到哇，马上就爆炸，这真的是黑家狼好，那目前川普怎么想呢？其实川普对这场战争也是犹豫不决，甚至刚刚呢，介大使也说他应该也算是有点气急攻心，非常的焦躁所以常常不睡觉在发文啦。但是川普好像也老心在你看他讲油价就算涨到200，伊朗战争也很值得。好，这话感觉就是一个何不食肉糜的人说出来的。我们来听听看。20% and we're up. The stock market's higher now than when we started this war. And I thought oil prices would go to $200, $250. It's at $100 now. And I think you're surprised and I'm surprised. But even if it went to 200, it would have been worth it. I understood that. We had just set a真的值得吗？你的中期选举恐怕也不用选了好，那当然，现在川普这样讲有人觉得他活在白宫的象牙塔中啦。好，那当然，中国这边还是有一些动作，因为他现在对外的动作变大了。好，是不是要跟美国的 F-35竞争呢？因为大家发现共军歼35战机0001的编号亮相说可能会量产出口。好，你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个是央视在1号播出5.1特别节目当中，有一架机头印着 AVIC 中航工业的标志，好，编号就是0001。好的，解放军歼35战机就从机库滑出，好，但是机身上没有空军的军徽，涂装也跟解放军列装的版本有所不同，还是引发了关注。好，所以呢，有分析说这以上的线索都指出，歼35系列战机已经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好，这当然也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发展。好，那歼35A 的战机出口型的首秀放送重大的讯息，有专家说可能有神秘的客户我们来看，这是五角大厦2025年在提交国会的报告当中，就曾经把阿联跟埃及还有沙烏地阿拉伯列为中方歼35出口型感兴趣的客户。好，那德国的专家呢也随即在 X 平台发文推测说，阿联有可能会成为歼35的第一个出口客户。好，我们知道阿联就在中东那在这场中东战事上面美方对于现在阿拉伯国家来说，可能是信任度也慢慢在降低了。好，如果再买了中国大陆的歼35A，恐怕局势又不一样了。好，那现在呢也看到是对中国开出天价说该交FIFA 算账了。好，因为最近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5周。但是央视呢跟 FIFA 的转播权谈判是陷入了僵持。FIFA 对中国市场开出了天价，却给印度低价，说这定价的双标相当的明显。好 ，FIFA 倚仗着是世界杯的热度漫天要价那当然却忽视了中国市场跟赞助商的重要性。那央视可联合平台组建采购联合体来亮出底牌，所以该交 FIFA 好好算账了。好，那因为世界杯蛮多人会看的，所以这版权的谈判可能会迎来转机吗？我们看到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已经不到40天，好，看不到世界杯，那事情突然有转机，也就是根据5星体育报道说，国际足联有秘书长级别的高管计划最近要来访中。好，外界就认为说这可能就是僵持已久的世界杯谈判这个版权谈判可能会出现转机。那有人说这个转播钱何止只是钱的事情因为这场博弈不只是价格分歧，还涉及到差别定价、国足缺席、热度下滑、娱乐流量分流等深层因素。好，民众支持央视要坚守底线，那当然希望理性定价，把资源投入本土足球的青训发展。好，那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是以色列它现在不管是加萨还是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它的战舰四起。我们要先问亮哥。黎巴嫩那个跟伊朗完全是2回事因为太弱了吧。
所以以色列自己就可以处理了，而且他就是比照加沙在打了，所以动辄死伤很多人啊，因为我们都把焦点放在伊朗嘛，对，就没有人去注意他怎么去修理黎巴嫩啊，这当然是悲哀的地方。那伊朗没有搞定，黎巴嫩你也不可能搞定了。那现在就是因为强弱差太远了，这没有办法了啊。那不过以色列这个没有什么好谈的啦，重点是纳坦雅胡要不要下台了。那我讲一下 FIFA， 因为我也在体育界当过干部啊。FIFA 上次卡达给央视的开价是1.5亿，这是涨1倍，3亿美金。印度是3500万，所以也差很多1/10。太扯了。那 FIFA 是怎么算的？FIFA 是算在中国的足球会有这么大的商业的收入，所以中国是比照美国跟英国的算法，就是最热的2个市场嘛。中国足球蛮热的啦，如果没有直播那我跟你讲，周边的那些产业会很惨因为就带不动嘛。那目前可能就是要谈是不是？你是比照上次卡达的价格，因为央视也是很抠啦，他开价6000万，这个绝对不可能你中国市场怎么可能只有6000万？转播权那上次卡达就有人说是1.2亿，有人说1.5亿，那也比你现在开价高很多对吧？快2倍嘞。不过央视也有他的考虑，因为这次没有中国队，所以他觉得收视率比较差。但也不是没有讲理由了而且世足赛刚好日夜颠倒，所以你常常要半夜起来看，所以并不像 NBA 啦，你随时都会看到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啦，所以搞不定了。对啊，所以反正每个人都会精打细算嘛。可是我觉得最后会有一个结果啦，因为中国市场对 FIFA 来讲蛮重要的。好，谢大使怎么看？川普说每一桶油价涨到200这场冲突也值得。也许就是说看他站什么角度不过对他本人来讲的话，一定要付出重大代价的。那美国老百姓现在已经涨到4.4块一个加仑，4.4毛7一个加仑了。我是觉得已经到了他不能忍耐的底线了他如果再把这个油价再搞上去的话，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政治前途可能要自己的政治前途要受到很大的怎么讲牺牲了。那不过川普讲话都是嘴巴都很硬，而且喜欢倒果为因，黑的说成白，白的说成黑的。所以有时候他讲话，你把他反过来讲的话，那可能才是他的争议，那才是他的争议，因为这个是违反科学的，他这个讲法违反科学的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大概就是这1-2天了，他一定要做个决定，要不然真的，后面会怎么走也不知道了。如果去北京之前，下个礼拜4、礼拜5他没有这个事情搞定的话，他北京去完回来以后那真的川普自己会做什么，搞不好他自己也都不知道。那伊朗会做什么？伊朗反正就是打我也不怕，打我也打，那和谈我也和谈。那所以现在就变成就是说。看这个世界是希望川普继续往里面打，还是怎么样？那我们从台湾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几点，就变成就是说，我们的石油价格跟天然气，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高科技，尤其芯片很需要的氦气这供应不晓得充不充裕，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当局也不会把这些事情讲得很多。我去加油的话，我觉得好像涨了差不多1成吧左右这跟这个是不是市场行情价不知道，还是说政府有加强补贴，我们不知道。不过不论是有没有怎么样的情况，你如果补贴还是我们老百姓的钱嘛。是。所以这场战争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那所以这个情况，那 FIFA 我就要稍微补充一点事实上的话，外面讲说 FIFA 已经买了中国所有厂商，中国厂已经收了中国大陆的厂商广告费是5亿美元了。已经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因为我每次看这些大型的赛事、国际赛事你会看它旁边那个滚动式的那个广告，
常常会出来中文的。对中文的广告，中文的字就出来，我就常常在想说，奇怪了，这国际的广告、国际的比赛，你干嘛那么多中文？那就是中国大陆的厂商在那个场合，因为知道中国大陆观众多，所以在里面它的广告效果那投了非法5亿，势必要在中国转播啊，不然人家看不到广告啊。所以如果说，我觉得央视的话，如果说这次说我就不转播了。那搞不好中国大陆很多已经买广告的这些厂商要不然他就亏，要不然他就宁亏他可能就违约了，就不做了。所以那5亿不见得非法还可以赚得到。所以我觉得那个央视硬起来是他是算计的也蛮清楚的。央视有点底气啦，有底气。好，将军怎么看？这个足球最疯狂的是欧洲，那美国倒不见得那么疯狂，台湾很高，中国人很疯狂。但中国人最怄气的就是足球又是他的短板，但是对足球的期望很高，因为足球不要人高马大。你像南美、巴西啊、秘鲁，这都推进过世界杯的，阿根廷啊拿过冠军的，所以中国人对足球是寄望很高。这个因为是完全是脚法跟训练的问题嘛。那不像橄榄球啊，或者是这个美国的那个美式橄榄球啊，你没有那个体魄，你就不要摔。所以这个第二个，我也是喜欢踢足球的，我也喜欢看足球的。如果说你不转播，我已经知道结果了，我再看就没有味道了，没有那味道。对，那精彩的就是在那个悬而不决的时候，突然临门一脚，那一下子我们来看的人脚都会踢一下，对不对？所以问题现在是中国队没有参加，热情少了一部分。第二个，半夜你已经知道这个不是你热衷的球队，你也不会起来看。大家心目中都有自己最喜欢的哪几队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当然央视借这个机会讨价还价，可能会有个结果了，不会，你也不能敲竹杠敲到这么地步啊。印度3000万，这边3亿的，差太多了。韩国1.25亿。对啊，韩国这个差1亿多到1.5亿是合理了，因为中国也需要这个商业的转动，所以这个问题我比较关心的是以色列这个死皮赖脸非要打，而且他为什么只打黎巴嫩呢？因为近嘛，飞机一天可以起降好几次打他。他要打伊朗，就要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在空中加油机呢，美国在伊朗那边也损耗很多，在波湾的那个海湾国家被打了，所以美国现在既然叫停火，就不会给你加油机嘛。美国已经感觉到我被你伊朗耍了了，这个仗很多美国老百姓在问，你究竟是为美国打的还是为以色列打的？你被人家以色列玩到这个地步，所以你看好了，川普是慢慢要脱离了，他只是受不了国内的金主啊、犹太人啊，跟这个以色列这种加强轰炸，不让你停下来，他觉得很厌烦的，你知道。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以色列做这种惨无人道的，只打老百姓，连救护车都打，不会被国际认同的。所以大家对他的唾弃会越来越严重。好，但是美国跟以色列比起来以色列确实比较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啦。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最近中国大陆的政局也被大家关注。那现在最新有一个讯息报道是整肃军纪包含的是2位前国防部长中国这边军方的魏凤和跟李尚福涉贪判死，缓期2年来执行。这是5月7号呢，中国的军事法院所裁定的是魏凤和跟李尚福被判死刑，缓期2年来执行。好，这代表什么呢？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说意味着他们的死刑缓期执行2年后，将降级为无期徒刑，且不得减刑或假释。好，也就代表他们是接下来都要在牢中度过了。那一轮查了一下，一位60几岁，一位70几岁所以接下来恐怕也是有得受了。好，那中国的2位前防长遭判死缓那中国军媒是说正则腐败分子。
好，但是外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先看到解放军报说啊，此案表明着共产党惩治贪腐的决心，然后并借此来震慑腐败分子，提振军心士气。好，但是法国媒体的看法他觉得魏跟李两人的判决是习近平针对军方发动的2波反贪行动当中判刑最重的一次，所以他觉得可能是为了杀鸡儆猴，意在有其他的作为跟目的。好，但是呢，这个整肃军纪是国内的事情哦，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国际重要的事情，就是川习会即将要来了。好，5月中的时候就要来临，所以下周川习峰会马上就要到。那现在《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跟中国 AI 的竞争日益激烈，恐怕会演变成数位时代新军备的竞赛。双方也正考虑有启动人工智慧官方的对话，或将 AI 来列入下周川习峰会的议题。好，不过又要谈 AI 还要再谈之前我们讨论过的台湾还有贸易以及伊朗。36个小时能谈这么多吗？一轮蛮好奇的。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李强有先跟这个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来见面。好，那我们来看看他是跟李强是跟这个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来进行会晤，我们可以看他们握手。好，那希望中美有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而且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也呼吁谨慎来处理涉华问题。好，所以已经特别的再三讲明这条红线呢，不止李强，之前包含王毅也曾经跟卢比欧在通话的时候讲到台湾是核心问题那势必台湾一定会成为他们峰会上面的主议题。好，那当然呢，这个川普访中之前呢，急于结束伊朗战争，有美国的前官员是说避免谈判居于劣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前美国的国防部副助理是有特别讲说，川普现在很希望赶快把协议结束伊朗的战事，因为呢5月中的访中之旅就要开始了。那如果中东持续延烧，那现在会让北京跟华府谈判的时候会掌有更多的筹码，那其中也包含在台湾的议题上头。好，那美国现在呢就真的蓄势待发了。我们看到川普已经讲了，按计划访华，会跟习近平来见面。说他一直是我的朋友，多年来我们相处的非常融洽。那这次川普不是只身去他还找了黄金企业团来一起到北京。好，那包含了有辉达、苹果，还有埃克森美孚，还有波音大型的企业执行长要一起来到中国。好，显示华府希望在川普访中期间让企业界参与，加强对于中国的贸易跟产业沟通。黄仁勋也讲，我们应该让总统宣布任何他决定宣布的消息，如果受邀是一大荣幸，那这是作为美国代表的一大殊荣。好，那等了快10年呢，我们刚才看到了波音有随行嘛，因为呢现在恐怕有一个大单要来了。CNBC 说那这个执行长在上个月底财报会议上就有透露，中国可能最快在下达一笔数量庞大的波音订单，好像有500多架了彭博就有报道说，最多500架737 MAX 的客机协议原本计划在川普访中期间就会公布。好，那之前最早就讲到3B 嘛，这个 beef 牛肉，还有大豆，还有波音那现在看看他们接下来还会谈些什么。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这个整肃军纪问题这2位呢现在确定被判刑死刑，但是缓期2年。好，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这个案子确实判得很重因为这2个人主要是受贿嘛，那如果这2个人都要判10缓，那张又侠怎么判张又侠还结党要在军队里面搞组织多严重啊！而且过去我们看过去的判决比如说2019年前参谋长房峰辉，还有2016年郭伯雄也是副主委，都只有判无期徒刑，没有10缓那真的很重很重啦，而且是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然后财产全部没收，所以这很重的刑所以没有错啦，他是政治威慑，可是你这个会造成一个结果啦，那后面张又侠你怎么判？还有刘正利，他们2个还涉及挑战中央我就不知道怎么判了，那还可以缓吗？所以我觉得
确实很罕见啊。那你刚刚讲那个美国希望中国大陆在经贸上可以3B啊，牛肉应该是没有了，因为牛肉有莱克多巴胺啊，中国是禁用啊，所以不可能啊。那原来传出来的波音是10年采购500架，我认为也不会这样通过了，啊，这个坦白讲取决于川普在台湾问题让步多少。对，所以我觉得，而且川普希望的大豆啊，是3年都维持2500万吨，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不会这样答应。所以这个就取决于，而且我跟你讲，这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因为2500万公吨的大豆要分6次下单，所以它随时可以取消。如果发现你后续没有照你的承诺走，就可以随时取消啊。波音也是啊，波音是10年500架，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了。我觉得美国真的要拿出实质的东西来交易了，而且你要知道，经贸跟伊朗都是你有求于中国啊。你看中国做了多少动作，再跟你说我不需要你，他 H200不买，所以这个黄仁勋急了，要再去讲一讲了。对啊，他也要去嘛。H200他就不买啊，那并购案那个 Meta 并购 Malice 不是被取消？是。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蛮强硬的，在经贸上啊。然后那个你去制裁人家的炼油厂，他直接给你不是阻断吗？说我不承认、不接受。所以我觉得他们什么立场蛮强硬的。我经贸无求于你，那你有求于我，所以你要拿别的东西来跟我交换了。好，所以亮哥说他可能会看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会让步多少。这也让一文想到，刚刚我们不是讲到吗？又提到台湾问题，其实这几天一直不断在讲，是不是也在暗示美方在这个问题上面要做出让步？将军，这个从王毅打电话给 Rubio， 就是把这个问题先接出来了。我告诉你，就这个东西是我要谈的，其他的你要拿什么东西来换就是了。所以这个问题，川普避不掉。避开不掉。那至于什么结果，我们可以预测嘛？你反对台独，还是维持现况，还是说我军售迟缓或者取消军售？他能让步的，只能在军售议题上做了。他也不能承认说我现在不支持台独，不卖军售，他做不出来。但是刚刚亮哥讲的这些压力是川普受不了，目前马上要解决。另外，我要补充说一下，我观察了很久的解放军的贪腐问题。是2000年以前，因为军中待遇太低，所以升官人事上都是靠送红包，这个变成一个系统型的集体贪污的。就是说我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不送礼，我根本就没晋升的希望。所以这种结构性的贪污造成这些上将都有前科。那以前邓小平时代还讲说，你到了中央委员的时候，你只要现在不贪，既往不咎。那现在习近平的决心很重啊，为什么这2个人判太重？除了你贪腐以外，你还情报外泄，这是让中共最受不了。火箭军是中共在黑科技跟军武科技里面最耀眼的一个成功，结果你们把它外泄到说所有飞弹的部署基地指挥官名字都有。所以他这个重判呢，不只是杀鸡儆猴的问题，现在就是说，中央也感觉到了，像你们这种以前拉帮结派、结党来反对中央，那判的会更重了。就中国古时候来就不希望有结党的问题嘛，何况你是掌握枪杆里出政权，这个问题多严重。第二个，我看习近平的趋势啊，现代战争需要的已经不是你们这种老将。他新船、新舰、新飞机、新电脑，作战形态完全变了。他宁可把这些贪腐的根子给去掉，另外选一批。因为现在大陆解放军很多是大学生考进去的，因为你现在的作战都是电脑了、无线这个 AI 了这些东西，所以你看他清除旧的病根子的绝对不手软。就是说你
你既没有现代战争的这个指挥能力，你又有贪腐的前科，而且习近平很早前就讲过，这个不杜绝贪腐是亡党亡国的，所以这个魄力大概是很少见的。因为这2个头被判10缓了，下面一牵一串的，对，那会很多，将来就是这一次洗啊，就是说不适任的，或者你有这个记录的，借这个机会统统淘汰掉。是，所以你可以预期将来会出很多新的将领，中少将的要往上了拔。对，那这个时候效忠也没有问题，接党的问题也没有。真的说军武科技能发展这样是很多人的努力，但是你这种贪腐分子已经造成很大的损伤，所以他不处理不行啊。所以才会一直说这个中国那边的军方军队在大清洗啦。大清洗，这个清洗会很严重。谢大使怎么看？其实大陆这次两个国防部长都判10缓啊，这个是等于说是整顿军风军纪啊下的一个很重的手啊。那当然，这种就是说，现在大陆对贪腐是终身追究者，它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只要你在任内有过，他就是永远要负责的，没有说这个。那应该蛮多人错，很错啊。所以很多他们这些贪官被抓出来，有的都自杀了，畏罪自杀，常常发生。那对于这个大陆现在同时把2个前国防部长都判了10缓啊。很多人的解读不一样，我看台湾有些媒体说啊，这就表示大陆这个军方贪污的多严重啊，这个军队多糟糕啊，正好是一个军队非常虚弱的象征，内部腐化。那我的角度可能不一样，我觉得我正好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强大的象征，不是一个虚弱的象征。因为第一个，你可以把国防部长拉下来，表示你内部的这个纪律组织纪律组织。这个军队不是跟人走，而是跟着位置走，跟着这个法定的职位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有做到，不会说这个人下台了，整个军队就垮了，不会。而且这么高的照样说拉下来就拉下来。而且这个里面基本上本来抓这个魏凤和出事前，我就觉得他后面他提拔的人应该都会有问题。因为这个贪污，它通常都是一个长时间，他都信任人之间做的事情，是，所以一算粽子会拉出很多出来一个一个出来。那他可以选择说，哇，2个国防部长都出事的话，这个不太好吧？可是他照样办。那也就是说，法律之前没有考虑到什么人情，没有考虑到什么其他的因素，就是要整顿军纪。那任何人犯了，不会说这个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这都是大老虎，大老虎一次打掉2个。那我们就看其他美国的状况，是不是有没有贪污？美国人有，可是他们连这个人都不敢抓。比如说美国就是说，我现在军舰上的一个椅子要3万块美金，一个垃圾桶要3000块美金，这是美国今天大家都知道的问题，他们怎么没有办法解决呢？对，那这里面为什么一个椅子要3万块美金，一个垃圾桶要3000块美金？咖啡杯呢？咖啡杯都是非常离谱的价钱，对。那美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军队能打仗吗？你看看这一次打仗之前，福特号又是马桶阻塞，又是什么？又是洗衣布失火，烧掉100多个铺位这不是小火